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3.89，收盘价是181.4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3.80，最低价是回踩到了169.9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那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2.138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8 倍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上穿了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上行的走势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，并且呢，我们也会看到慢线上穿了零轴。那这些信息说明，也就是这些信息标志着目前股价进入到了多头趋势。我们说这个重要的标志的依据就是双线都在零轴的上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下影线略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后再上涨的突破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在2月1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，它站上了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前高。那1月27日和1月30日两根 K 线叫左长绿右长红，那这样的 K 线组合呢，叫做母子怀抱。那母子怀抱如果是在相对高的位置呢，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组合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会看到2月1号的收盘价站上了这个变盘 K 线组合这个母线的最高，那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母子怀抱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。好，那也就是说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上涨。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会看到目前叫价涨量增，然后收盘过前高，突破这个母线的最高，所以从这几个技术指标我们说股价后续会继续向上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在17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上涨或回档，对，但是它是带有条件的。那一个是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79附近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0的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是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63.50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的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4的。对，好，那实际在2月1日收盘价是在181.41，我们会看到它是出现了上涨。那我们预测的上涨与实际发生的上涨走势是完全相同的，只是在收盘价有
比较大的差别，或者说我们说有本质的不同，因为我们预测的上涨呢是没有突破这个母线的最高的，而实际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这个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实现了突破，这个上涨实现了突破。那我们说后续股价呢会继续上行，这是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也是这样的一个推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辅助线，因为2月1日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这个180，也就是这个1月27日的最高，所以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去除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在2月2日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目标，那显而易见我们会看到就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是2022年12月1日这根 K 线最高是198.92，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是200关口，对，也在这个附近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，它还有一个压力，比较关键的一个压力，我们说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2月1日 K 线最高是在183.80。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压力位呢？我们再来看 K 线图，对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，在周 K 线图我们会看到，因为本周还没有收盘，目前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啊，这个20均值将会成为一个压力。在屏幕的左上方，我们会看到是183.838 MA20 183.838，对。那我们说股价继续上行，在这个地方是有压力的，而且这个压力是一个强压力。那正好是2月1日这个K 线的最高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月1日股价上升到这个最高点之后，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升呢？应该是在 K 线图当中的20均遇到了压力，所以我们说对于2月2日来说，那这个位置依然是它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。好，那么如果这个压力被冲破呢，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啊，我们说从191开始，也就是说12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从191开始一直到200关口呢，我们说在这个区间也是非常强的压力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会看到多方是要上攻站上200关口，而空方是要守住200关口。对，所以我们说股价一旦突破了184，我们这样说前高，那继续向上，只要股价达到190以上，我们说一直到200，这将是非常强的压力。对，好，那从这样的一个解读来看啊，也有可能我们是叫过度解读哈，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解读上看，我们说股价在目前到达200之前，压力会越来越大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我们说股价能够站上200关口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这条水平线，是2022年11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37.395。对，当然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，我们会看到会有125日均线值和200均线值都将成为一个压力。那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200关口之后呢，我们再讨论上方的压力。好，那目前我们把图缩小，
从目前这个图形的形态来看，我们会看到对于上行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0关口啊，将确立一个叫做多头的趋势。那我们刚刚在说 MACD 这个指标的时候，说双线到零轴上方啊，说明股价已经进入到了多头趋势。那这是从 MACD 的指标来讲的。那目前如果我们从目前 K 线图的形态来说，我们说站上200关口才是叫做建立多头趋势。那建立多头趋势实际上就是股价后续会继续上行。那后面我们还会补充说明，就是建立多头趋势之后呢，应该是买入的一个过程。对，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档或者是下行。那目前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向下，它的目标将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62.78。我们来说一下理由，也就是目前在2月1日这根 K 线叫做回后上涨，收盘过前高。那股价如果或者换句话说，股价目前就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，而1月31日这根 K 线就是这一波上涨的起涨 K 线，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或者下行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起涨 K 线的最低，就是162.78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这条水平线我们上移，上移到100，或者我们到163吧。好的。好，这是股价出现回档或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163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说，那要到达第一个目标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，上面还会有支撑，分别是5日均线值是在对于2月2日来说，5日均线值是在175到178之间，所以我们把这条红色线呢，这是我们对于前一日来说5日均线值的一个监测线，是下限。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红线呢调整到175啊，是2月2日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说这是股价回档的第一个支撑，从178开始就会有支撑。然后呢，我们说如果这个5日均线值被跌破呢，说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70，它也是一个支撑。所以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是有这2个支撑的。好，那我们还要说一个支撑，就是在2月2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60到162之间。那我们会看到10日均线值的上限也触碰到了我们说下行的这个第一个目标的位置。所以说这第一个目标啊，它也是股价回档或下行的非常强的一个支撑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向下说，如果第一个这个目标被跌破之后，那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我们说下方的这个缺口是146到154之间。那对于这个缺口的上沿啊，说154这个位置，我们依然认为它是强支撑。对，所以我们保留这个水平线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目标，股价要回补这个缺口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，也在对于2月2日当日来说，这个
上行趋势线也在这个缺口范围内，所以我们会看到它也将是支撑。好，那这是第2个目标，第3个目标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。对于2月2日来说，20均线值是在141到14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，这条水平线也是我们说的20均线值在2月1日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把它上移到141，也就是20均线值的下限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行，在日后跌破了20均线值，我们说股价的趋势啊才会重新回到空头。对，好，以上呢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。那从以上的分析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目前这2条水平线，也就200和162，一个是上限，一个是下限呢，对于股价来说是上方是压力，下方是强支撑。那对于2月2日来说，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前高184这个位置。那如果能够股价站上184呢，我们说股价会继续上行，去尝试突破200关口。那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这条红色的水平线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是在175。那如果股价收盘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对，那对于日后啊，我们说股价如果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跌破呢，我们说股价会在162到200之间啊进行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上行和回档下行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2月1日来说，我们说这个收盘价是在181.41，那收盘价过前面的最高，然后出现量增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回后上涨。我们说在181.41这个位置依然是加仓的点位，或者说是建仓的点位。对，好，我们先说加仓。对，那技术上的操作，这是买入的点位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操作。那我们先说第一部分，就是我们在1月17日收盘131有建仓，进场建仓，在1月23日收盘价143的位置有加仓，然后在1月26日收盘160有加仓，然后在1月27日这根 K 线的收盘可能也会有加仓。那如果是连续这样的一个操作呢，我们说在2月1日这个收盘依然可以继续加仓。那对于这一连串的操作，我们说目前我们停利要守5日均线值。我们说了，在2月2日这个5日均线值是从175到178，也就是说在2月2日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175呢，那这样的一轮的操作呢，我们说要停利，对于停利来说要马上出场。对，也就是要守住这个涨幅的利润盈利。对，这是我们说的停利。说到这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说比如说对于现在2月1日收盘之后，我们在账户上的盈利余额呢，在我们的这种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呢，我们计算的是
接下来一个交易日5日均线值的下限175乘上持股的数量，我们说这个余额，这个额度是我们目前账户中的盈利余额，对，而并不是181.41，对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守停利，停利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175出场。那如果在175我们没有出场，对，就是我们不停利，我们想继续持有，那对于这样的操作，我们说我们要止损位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对于2月1日来说，我们说停损止损我们要守154。那对于今天来说，或者对于2月，或者对于今后的交易日来说，我们继续守154，因为如果连续这样的一个建仓加仓，在这个地方有建仓，那么成本应该是在154附近，所以说我们守停损啊，还是守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没有和前一日没有变化，我们并没有提升。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升这个停损点呢？我们刚刚在分析的时候已经说了，10日均线值会提升到162。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止损提升到162，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跌破5日均线值呢，有可能会出现深度的回档，而10日均线值又是一个更强的支撑，它又在这个起涨 K 线的最低，所以说我们如果把止损位提到这个位置，很容易会止损出场，而股价遇到这个强支撑呢，有可能会继续向上，或者会继续在这个地方横盘。所以我们对于今天来说，这个止损位我们并没有提升，依然保留在154，这是我们保留在这个位置的原因。好，我想再重复说明一下，以上说的停利和止损是指的我们从1月17日开始建仓加仓，一直到今天的操作。好，我们再说下一个位置，说另外一个建仓点，说在1月17日、1月23日都没有建仓，因为看连续上涨。那么在1月26日，我们会看到这有一个跳空的上涨，突破了这个横盘区域。说如果在1月26日160有建仓，然后在在1月27日收盘这个位置，也就是177.9这个位置有加仓。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操作，那目前还没有盈利，所以我们提不到停利出场。那对于这样的操作，我们说要依然给一个止损位，这个止损我们要设在1月31日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，对。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操作，我们的止损是在162。好，这是这样的一个操作。说如果我们在之前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都没有建仓，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，在2月1日的这个收盘是建仓的一个点位。那如果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有建仓买入，然后它的守停损应该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守在169附近，对，而不是守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这样的操作并不是我个人的经验，就是这还是 K 线技术上的操作规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出现了回后上涨，收盘过前高，出现量增，那这是买入点。买入点我们通常守停损是守买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对，所以这个止损是根据这个来的，对。好，
那以上呢是我们描述的3个多头的进场加仓操作的停利和止损的点位。好，这是多头的操作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空头的操作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提到了，说有网友留言问到，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进场做空？那我们说在技术上这个点是可以进场做空的。那我们在提到这个操作的时候呢，实际上已经是1月31日的收盘了，那股价出现上涨，那有可能这个进场做空的点位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，无论是在1月30日的收盘，还是在1月31日收盘建立的空仓，我们说一定要设好回补位，回补位就是这个母线的最高，或者说是这个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80.68附近。对，那目前我们说2月1日股价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这2个高点。那我们说，如果在这个地方有空仓的仓位的话，现在应该是已经被回补了，或者说是要马上回补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说目前股价在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是在184附近，那接下来的压力位是191到200关口。第3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125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13附近，这是第3个压力位。好，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75到178之间。然后第2个支撑就是170，是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第3个支撑是这个1月31日这根 K 线最低和10日均线值合并之后，是在160到163之间，这是第3个支撑，也是非常强的支撑。对，然后再给出第4个支撑，就是下方这个缺口的上沿是154，这也是强支撑。当然下方还有20日均线值。好，20日均线值我们也刚刚已经给出了，是在141到142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，我们依然给出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还是要给出2个方向，是带有条件的。那第一个可能说2个方向，一个是上涨，如果是上涨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会回踩到184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4.5，收盘会收在19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2的，在这个位置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那如果是回档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83.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4.5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175附近。对，那
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4的。对，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两个方向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？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平盘。对，平盘就是说收盘价和前一日收盘价接近或者是相等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平盘呢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90.5，收盘会收在182附近。对，这是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出现平盘。这个平盘啊，其实从这样的走势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预测有可能在2月2日会出现一个冲高，然后回落平盘，然后再去选择方向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说是在2月2日出现这样的一个平盘，然后呢，如果再能出现一个量缩，对。那么从 K 线技术上的一个推断呢，说在周五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实体长绿 K 线，就是一个上涨的 K 线。好，这是我们从技术方面的一个推断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2月2日特斯拉股价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